大家好，我是晶晶，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款中药香包，希望在对抗新冠肺炎的疫情中，或者未来预防感冒时，能帮助我们更好地保护自己。分享原因很简单，首先是自己抓中药，货真价实，物美价廉，而且药方出自清代中医经典著作，只有6味常用药，制作方法非常简单，方便实用，亲自使用2个多月，觉得挺好用的，还意外收获不少好处。好东西不藏私，所以制作这段视频与大家分享。我们对香包都不会感到陌生，如果用一种比较文绉绉的方式来形容，可能叫中药香囊可能会更贴切一点。因为不论是通过看书还是看古装片，香囊对中国古人来说都是一种可以让身体自带芳香气味的一种小配件。有时候也作为情人之间代表爱情的信物。说到这儿，不禁想到之前让我特别意难平的电视剧《鹤唳华亭》，女主角把男主角的印章藏在她的香囊里，但可惜后来没有及时的发现，然后女主角也没有顺利出城，导致后面一场场的血案。现实生活中，但更多时候是通过佩戴中草药来制作的香囊，达到驱邪防病的作用。还有电视媒体报道，知名医师胡乃文中医师推荐了一款叫做避瘟香囊的药方，然后我去中药店抓了这6味药材来使用，发现其实味道没那么难闻，闻着闻习惯了，还挺好闻的。偶尔鼻塞会感觉自己快要感冒的时候，拿来闻一闻，第2天就觉得好像那个症状就没那么明显了。这个药材大概过1个月，味道就会慢慢散去。然后最近发现这个散去味道的药材拿来泡脚，还可以改善口腔上火的问题，觉得还蛮神奇的。这也算是意外的一个收获吧。那1月份制作的一批陆续送给朋友，然后最近见到他们也回馈说用的还不错，就是系在包包上面，闻着有一种香气，觉得心安。那分享在朋友圈上之后，也有朋友来信息问里面会是哪些药材。为了谨慎起见，我特别找了身边能找到的中医书，最后终于在一本叫做《礼乐骈文》的医书当中找到了这个方子，它叫做避瘟囊方。书中记载的避瘟囊方一共用到6味药材，分别是羌活、大黄、柴胡、苍竹、细辛、吴茱萸。这6味药材把它研成细末，放在红色的袋子里，佩戴于胸前，这样可以时不时地闻到它散发出来的气味，可以起到避瘟的作用。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制作吧。这就是传说中的羌活，气味还蛮雄厚的。每次看到羌活，就会想起《香蜜沉沉烬如霜》里女主角锦觅的闺蜜，一个很可爱的女生，她的名字叫羌活。这可能是我第一次亲眼看见大黄，传说中的泻下药，闻起来气味还蛮清新的。柴胡是一种疏肝解郁的常用药，但是闻起来的话，气味平平的，并没有太特别。苍竹是我特别喜欢的一种药材，还记得去年在北京，然后一家中药店我去抓苍竹的时候，我跟他说我要苍树，然后那个店员就说你要苍竹，我想说难道是我念错了，还是这是北京的方言？但是后来知道了，原来这个字念竹不念树。细辛就跟它的名字一样，有许多细细长长的须白根，手搓一搓，一股辛香气味非常的浓厚。如果说苍竹的味道比较厚实的话，那吴茱萸的味道就有点呛辣。6味药材各等份，我这次抓的是每一样药材要1两的分量，所以加起来就是6两。老板会把它放在一个研磨机里，然后把它打碎。老板很仔细地把机器里的粉末都刷干净，然后有一些大的没有来得及磨碎的，就用剪刀把它剪小块。其实这个不需要磨得很细致，因为只要闻它的香气就好了。这里要再次提醒大家一下，这个香囊只是拿来闻气味的，是不能吃的。然后再把它放入一个塑料袋当中，把口扎好，然后把它摇匀，然后这时候就大概
隔着这个袋子都几乎可以闻到那个气息，还蛮浓厚的。这个药材买回来以后呢，我们现在就来做香包。现在隔着这个塑料袋，已经可以闻到就很浓烈的一股香气扑鼻而来。我准备了一些布袋子，这里有店家赠送的卤味包，是棉布的，然后还有一些是从超市买来的不织布的茶包袋。外包装就选要透气的好看的袋子就可以了。书上是说用红色的袋子装着，我这边找到了一些之前逛年货大街的时候得来的小香包袋，把药材放在内袋里，一包大概挖1勺到2勺就可以了，因为这个味道还蛮浓的。因为书里说用红色的袋子装着，所以这次我也找了一些红色的袋子，应个景吧，这样就制作好了，随时可以佩戴在身上，是不是很简单呢？礼乐骈文的作者吴尚先生在书中写道：古云，诗要不如传芳，如有能翻刻者，实于所深望。所以我想今天做这个视频宣传此书于避温囊芳，也许也是吴先生所欢喜的吧。如果喜欢这则视频，欢迎留言、订阅和点赞。